这是韩国超大尺度反常规电影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冲刷出20具妙龄少女的尸体。这是韩国根据60年代震惊全美的吉诺维斯凶杀案改编的电影，可时至今日，60年代的案件依然讽刺着当今的社会现状。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老韩贷款5亿韩币买了一套新房，凌晨2点下班回家后，开了罐啤酒想要庆祝一番。可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女人的求救声。等他凑到了阳台上，只见刚才逃命的女人已经身受重伤，后面的凶手追过去，朝着女人头上疯狂的输出，眼看女人就要被活活打死，老韩果断掏出手机，紧接着就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这时灯光突然亮了起来，吓得他丢掉手机。反应过来的老韩这才发现，原来是妻子起来喝水，同时灯光也让凶手有所察觉。老韩见状迅速飞奔将灯关掉，为了避免引起家人恐慌，老韩向妻子隐瞒了此事，并安抚妻子回去睡觉，然后自己又偷偷摸到阳台上，却不料他刚刚探出头，正好跟凶手四目相对。随后他挪到花盆后面，接着又通过缝隙再次向下看去，怎料还是被凶手看见，并且还数了数楼层，然后朝着门口走了过来。老韩立刻起身，拿起棒球棍，赶忙将房门反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突然传出动静，老韩小心地通过猫眼观察情况，确定没人后打开了房门，接着发现地上莫名地出现一份报纸，弯腰捡起后见没什么异常，便准备关上房门。可就在这时，高度的紧张，老韩根本就没敢开门，只是做了一场噩梦。由于韩国司法体系的不完善和不作为，导致报案人经常会遭到凶手报复，所以老韩考虑到家人的安全，装作自己什么都没看到。此刻女人奇迹般的醒了过来，摸索着拿出手机，可就在拨通报警电话后，躲在暗处的凶手也一直没有离开，目的就是要杀死下来救人的目击者。他拿起手机挂掉了电话，接着用锤头残忍地结束了女人的生命。眼看时间已经来到凌晨4点，老韩也已经睡意全无，就这样在阳台上站了一夜。而楼下已经被警方封锁了现场，妻子一看就想去凑个热闹，老韩当即阻止了他，出门前叮嘱妻子一定要锁好门。随后他便来到案发现场，反复确认凶手昨晚是否看到了自己，殊不知此刻已经被人偷偷拍下了照片。之后老韩便开始了惶恐不安的生活。他先是连续2天接到了陌生电话，不管他怎么询问，却始终听不到对方回应。随后他又发现家里的狗狗消失不见，于是便跟妻子下楼寻找，却不知此时的凶手正在暗中盯着他们，似乎在计划着怎样将其灭口。而警方这边经过不断走访小区居民，得知小女孩在案发当晚的凌晨2点听到了求救声。可正当秃顶刚要继续追问，小女孩妈妈马上就打断本次谈话。아예 어머니 저 경찰인데요. 이번에 살인사건 때문에 몰라요 그런 거. 面对居民的冷漠回应，从事刑警多年的秃顶早已习以为常。在韩国这个法律不健全且没有死刑的国家，群众为了避免遭到凶手报复，选择沉默自保也是人之常情。他只能继续走访，希望能遇到心存正义的目击者。老韩下班后，小区的妇女会长来到了家里，并且还拿了一份保密协议。关于本案，小区居民一致表示不会协助警方的调查，理由是怕发生命案的消息传出去，从而影响小区的房价。思考片刻后，他还是放下了手中的笔。晚上，老韩匿名编辑了一封报警的邮件，但转头看着全家福的时候，最终让他放弃了报案。与此同时，老韩在回家的路上察觉到黑衣男子一直在跟踪自己，意识到对方可能就是凶手，他急忙加快脚步，想赶紧回到小区。就在凶手要制造意外车祸时，秃顶男刚好从小区出来遇到老韩，从而打乱了凶手计划。看着凶手正在盯着自己，惊恐的老韩声称当晚喝醉了酒，表示自己什么也不知道，同时也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凶手能放过自己。而秃顶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，马上从老韩心神不宁的表情判断出他在撒谎，接着便拿出手机让老韩指认照片里的嫌疑人。可就当老韩凑上前查看的时候，这时警方接到电话说找到了嫌疑人，同事突然给秃顶打来了电话，说刚刚已经查到了凶手身份。秃顶得知后没敢多做停留，便急忙赶回了警局，这让老韩不免泛起了疑惑，凶手刚才从身边经过，警方真的能这么快就能查到吗？秃顶便带队将嫌疑人堵在了地下车库，他跑进一个通道后锁上了门。
警方好不容易踹开了门，嫌疑人这边却接到死者打来的电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从背后走来。当晚新闻就报道说，凶手已经服药自杀了。老韩这边依旧不放心，于是在网上查看凶手的照片。他用手机遮挡住对方的额头，发现这根本就不是真正凶手。这时门铃突然响了，老韩一看是楼下405的住户。女人拿着照片找到老韩，说这个人不是凶手，因为他也目睹了案发当晚的整个过程。 그날 봤죠? 봤으니까 사건 현장에서 자기 집을 그렇게 뚫어져라 본 거잖아요. 무슨 말씀인지 잘 모르겠네요. 并且也知道警方抓错了人，再加上凶手最近正在跟踪他，所以他要拉着老韩一起报警。老韩随即送走了女人，女人前脚刚刚上了电梯，变态凶手马上就跟了进来。看到这张熟悉又凶残的面孔，心惊胆战的长发女大气也不敢出。她本以为凶手肯定要杀自己灭口，可她到达4楼走出电梯后，却发现对方没有任何动静。看着电梯下到了1楼，她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。而心思缜密的凶手之所以没有动手，是为了躲避电梯监控。等他前脚刚按开密码锁，凶手已经从步梯爬了上来。老韩从家门口发现了长发女手机，他心想着去还给女人，然而发现大门没有关。他通过门缝看到女人已经成为一具尸体，女人的尸体被拖了出来，而凶手正在不慌不忙清理现场。可怜的老韩又亲眼目睹的案发现场，他悄悄地关上门，手机却突然响了。老韩见状拔腿就开跑，凶手紧跟着追了出来。一路跑到了保安亭，准备打电话报警。然而这时妻子却出现在楼下，而凶手和妻子就近在咫尺。老韩果断放下电话，跑上前赶紧把妻子拉到安全位置。这时警方也恰好适宜地找上老韩，询问他是不是知道这个人不是凶手。老韩很想说出口，然而凶手就在不远处，他憋了半天也不敢说出事情。 머리라도 끄덕여 주십시오. 아니면 눈만이라도 모릅니다. 听见老韩这样说，凶手才离开了这里。丢失的小狗也在这个时候回来了，老韩这才算松了一口气。第二天，老韩去上班时，看到405女人的老公在张贴寻人启事。出电梯时顺道叫住了老韩，老韩当然也不敢告知真相。然而没想到当天警方就找到了他。警方通过调查当天丢失了一辆车，顺藤摸瓜找到了真正的凶手。 但是苦于没有人能指认凶手，这才找到老韩帮忙出庭指认，同时告诉他还有一个目击证人叫赵必九。老韩一听也顾不上吃饭了，急忙离开后去找到赵必九，希望他不要说出实情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突然出现，放倒了老韩。好在只是警方的线人，然而面对警方的询问，他依旧声称什么都不知道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，赵必九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然而当他们找到赵必九时，才发现他已经惨遭毒手。好在赵必九还剩下一口气。 看着凶手如此残忍的手法，老韩终于决定说出实情，站出来指认凶手。警方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，不久后便围堵了凶手，并且在2楼发现了他。然而凶手淡定地坐了下来，因为他自制了微波炉炸弹。突然爆炸的一幕让现场顿时混乱，只能看着凶手急忙逃走。 당신 뭐 하는 사람이야? 그러면 어떤 놈인지 몰라요? 老韩说完便赶紧打车回家，然而中途却发现一辆黑车在跟踪自己，下一秒黑车就朝着他们撞来，接着下来一个人拿着锤子径直走来，老韩这才看清楚了对方的脸，原来是失踪女人的老公。凶手告诉他，只要杀了老韩，他的妻子就能回家了。好在警方及时赶到。 同时，也在男人口中得知，如果没有办法杀老韩也没有关系，因为生不如死才更加有趣。老韩一听便知道妻女有危险，赶忙驾车往家里赶去。此时，保护妻子的警员也赶到，不料大门刚打开，凶手便突然出现，袭击了警员。女人惊慌着跑进了卧室，让女儿躲进衣柜里不要出声，随后用化妆台堵住门口。此时，凶手已经失去理智，一脚便踹开了门。 女人被打倒在地，女儿又在这时走了出来。女人瞅准时机打伤凶手的腿，迅速跑出去寻找女儿。凶手也紧跟着追了出来，明显不可能放过他们，一路追到了楼下。就在他准备动手时，电梯突然出来的路人，眼看周围人越来越多，
凶手只好选择离开。老韩这时才慌忙赶到，眼见妻女只是受了惊吓，没有大碍，他也终于忍无可忍，于是便鼓起勇气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。看到凶手朝山上跑去，他紧接着就跟了上去。等来到了半山腰，他踹断了泥石流的警示牌，并用其当作防身武器，接着便跟凶手展开了生死搏斗。由于对方是杀人惯犯，再加上老韩也没有打架经验，所以他很快就败下阵来，自己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老韩捡起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腿上，然而这对凶手来说根本没用，反而激起了他的攻击欲望。不多时，双方已经精疲力尽。就在对方进攻之际，老韩瞅准时机给了他致命一击，发泄着压抑许久的情绪。然而他没注意到的是，此时的倾盆大雨已经引发了山体滑落，还没等老韩做出应对，直接就被泥石流卷入其中。等老韩醒来后，发现眼前有个女人。等他上前仔细查看，发现对方正是4楼的长发女。然后他又向周围望去，只见一具具尸体呈现在眼前，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头部受伤而亡。老韩侥幸躲过一劫，但凶手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他的腹部直接被一根树干穿透，根本无法动弹，就像被一根钉子死死钉在地上。随后老韩便拨打了报警电话，交由警方处理。